哎，我以前不吐槽我看外国人做饭我着急吗？就不管多简单个菜，都得照着他那菜谱，多少克多少度，一点都不能差。不知道的以为他搁实验室兑药水呢。但是说实话，外国人跟咱学做饭，他也着急。就比如说我老公想跟我奶学烙饼，整个这个工序在他心中就是一套玄学。我奶吧烙馅饼特别好吃，我老公第一次吃我奶烙这个牛肉芹菜馅饼就迷上了，自己整一打。完我老公就要拜师，就学我奶这个馅饼里边有什么秘籍。我奶说秘啥籍？没有秘籍，你愿意学，下次我烙出来你在旁边看着呗。我老公当时受宠若惊，马上话就放出去了。很快加拿大西海岸就都知道他要和一个巴军老朽学做东方面点、海城经典、石油世家小排扁。完那个假期俺俩不要结婚吗？就有一个来自休斯敦的朋友就提前就来了，他是美食兼旅行作家，叫逼猪，咱就叫他逼猪。完事他一听说有绝活可以学，他也来了。完他跟我老公俩一人拿小本儿在我在家等着。结果第一步和馅就给造懵了，本来不说好的是牛肉芹菜馅的吗？完这边牛肉也和好了，也剁好了，就等我爷上早市采购回来带回来芹菜。结果我爷回来的时候呢，带回来的是大白萝卜。完我就听我爷跟我奶说哈，就今天呢早市卖水芹菜这个老聂头没出摊儿，听说是让他媳妇给挠了。但是呢，就老聂头卖水芹菜，别人家都西芹，烙饼也不好吃。我爷一看有新鲜大白萝卜，就买俩。完我爷八卦完之后说的，那咱开始吧。完就搁这开始插他这个大白萝卜丝儿。完这比猪就问我老公，你见过这样的芹菜吗？我老公根本就不认识大白萝卜是啥玩意儿。完说的我也没见过呀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是不是铁岭的芹菜和咱北美的芹菜不是一个品种？完比猪说的啊，那也有可能。但是它这铁岭的芹菜怎么有屁味呢？你闻着没？完下一步和面嘛，我奶抱个面袋就过来了，他俩一个帮着我奶操作，另一个拿小本准备搁那记呢，寻思面粉多少克，水多少克，就啥玩意儿都要精准的数据嘛。结果我奶全程就俩字儿：放妥，放妥，给这俩人全看愣了。完事就看我奶就一顿搅和着面，搅和完之后拿大竹盖呱家一扣，告诉他俩完事儿了，现在咱就等面醒。完这功夫我去看一集狄仁杰。完我奶就走了。比猪就问我老公，他说醒面要醒多长时间了吗？我老公说的没有，他又说他要去看狄仁杰。比猪问狄仁杰是谁呀？我老公说的大概就是东方的福尔摩斯吧。比猪又问那东方福尔摩斯知道他烙饼醒面得醒多长时间呢？我老公说那他好像也得问元芳怎么看。完最让人困惑的是啥呢？就是肉馅它不得放油吗？我爷吧三高，但是他平时呢他就爱吃那个香的，所以我爸呢就想控制他点儿。完往这肉馅里放油的时候呢，我爷不在屋，在卧室里趴着呢。完我爸就小声跟我奶说你少放点油，别整太腻，我爸吃腻了不好。完我奶说的啊行。完我奶不就去看狄仁杰去了吗？我爷搁那屋趴着呢，你别看他平时耳朵背，你一说他啥他肯定能听着。我爷一看一醒面，大伙都已经离开厨房了，他就假装起来上厕所，偷摸跑厨房里头抱个大桶往那个肉馅里头倒油，倒完了装没事回去躺着去，躺可能寻思还不够，完又起来偷摸跑厨房里头往肉馅里头倒油，给比猪看的老困惑了，问我老公看爷干什么呢？抱个桶鬼鬼祟祟的。我老公说的我也看着了，好像是倒油呢。比猪问他奶呢？我老公说的还搁里头等元芳呢。比猪我破译了，我知道这道菜的秘籍了。你看你反复问他奶这道菜的秘方在哪儿，他奶都说没有，就是赶着来。但到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就这种文化现象，我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，略知一二。听说在西班牙南部和印度某些地区有所渊源。据史书记载啊，有一些食材由于其自身的特殊原因，只适合雄性对其接触和加工，雌性加工会损伤其滋味。你看他家这个带有屁味的这个芹菜，应该就是这么个食材。哎，秘诀就搁这儿呢，结了吗？雄性碰馅不碰面，雌性碰面不碰馅，加料环节不见光，女子在屋等元芳。我这婆婆温迪自从来到中国就跟我说，从现在开始我给你带孩子，人这孩子带的绝了。早要打晚上看动画片不放下，大半宿说妈你去滚下去。温迪就去管早打，结果自己也看进去了，大半宿喊到点了，10分钟之内必须进被窝。早打说奶奶怎么办？奶奶说什么怎么办？被窝里又不是没有 WiFi。晚上熄灯了，大半宿跑到早打那屋一看，被鼓个大包，大半宿非常生气，把被咔家一掀，你这个小
妈。然后呢，就中国老人比较担心、比较焦虑的事儿，他也听不懂，还老帮倒忙。拿铁睡觉的时候吧，老爱吃手。我爸呢，就拿个榨汁机把苦瓜搅成汁儿，苦的嘛，涂到拿铁手上。温迪根本没懂我爸的目的，就说榨汁这个活，哥哥我也可以，放着我来。然后晚上给拿铁榨的是芒果汁儿，拿铁本来是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的。我爸都懵了，就这么大点孩子，这么爱吃苦呢？然后晚上偷摸过来稽查拿铁好几回，温迪就不理解，你干啥呢？人家孩子都睡觉了。我爸说，我来稽查是因为他有这个恶习，他这个恶习必须改。温迪说什么恶习呀？我爸说吃手啊。温迪说，哎呀妈，我寻思多大事儿呢？他不就吃手吗？你不吃蚊香呢？为啥还稽查人家？我爸说那孩子第二天手啊都泡出褶子来了，那不行。温迪说，哎妈呀！你们东北老头一去澡堂一泡2、3个小时，出来那家脚丫都是棱子，铺地上都能减速带，你那个人家有褶子。哥哥你要放松，小孩睡觉非醒勿扰，小孩吃饭非饿不长。你若心大，各自安好。出去吃饭那更有意思，拿铁不是哄睡觉费劲吗？我这边拿手机放音乐放催眠曲，手机都快烧着了，人搁那叨叨咕咕就不睡。温迪说，那就不要逼他睡了，起来嗨，走一起去烧烤店嗨。温迪到了烧烤店，1秒钟进入 party 模式，给俩孩子一人发1坨面条1块玉米，自己就跟我爸喝上了。我爸跟他聊中国美食，聊了半小时，铁岭的还没聊完呢。我爸说，那你也聊一聊这个加拿大美食。温迪说，我先干为敬。我爸跟他聊中国古诗词，聊半小时，李白还没聊完呢。说，那温迪你也聊一聊这个加拿大古典文学。温迪，我先干为敬。我说爸呀，你聊点加拿大有的，你净整这个他插不上话的文化遗产，咔咔干，一会儿把这都喝成遗址了都。那俩孩子陪到12点半呢。我爸说杯中酒啊，喝完温迪就给续上。我爸说这个杯中酒啊，喝完温迪又给续上。温迪续完看向大家，大胖姐说没毛病，杯中酒就是杯中有酒，没毛病。早达说奶奶，杯中酒就是白白的意思。拿铁说反正每次跟温迪一起带孩子吧，其实就主打一个无忧无虑，他跟小孩一样。反正人民日报都说了，3、2、1睡饱法则，睡饱就行，乐呵就行。那天晚上我们祖孙3代12点多才撸完回家，全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半，连我爸都获得了一份久违的轻松。拿铁陪酒一整晚也不难受，穿的邦宝适1级邦是真打孔设计，吸湿排热，玩一天都是干爽不闷汗。黑金邦添加了真蚕丝，全包裹的，晚上咋睡都不漏。半夜12点多我们才回家嘛。我爸说明天早上早达还得学跳舞。温迪说哥哥放心，我在，就交给我。我们加拿大啥都没有，但是有人。说完就倒了。我爸说有人不多，又少一个。说件事儿你们别不信，张拿铁最近主动提出要跟他爸全英文对话，张拿铁甚至都不让他爸跟他说中文，不相信吧？大胖媳妇最近见着谁就跟人炫耀这个事儿，别人都问我这是真的吗？拿铁英文现在这么好吗？我说张拿铁英文好不好这是后话，他禁止他爸跟他说中文倒是真事儿。因为啥呢？我给你们看看，你们就懂了。张拿铁说，阿姨说晚上吃水煮虾仁，他爸问张拿铁谁总杀人？阿姨为什么总杀人？张拿铁说，姥姥说吃芒果烂脚丫子，他爸说姥姥吃芒果为什么拌脚丫子？为什么姥姥吃芒果拌脚丫子？张拿铁说，姥爷来不了，姥爷犯痛风了。他爸说，谁掉粪坑了？姥爷说他犯痛风姥爷的饭店放空了。谁说粪坑了呀？粪坑了呀？咋说呢？孩子心里苦，所以是张拿铁主动跟他爸说，爸，你不用跟我说汉语了，说英语就行。我还问大胖媳妇，那你俩互相能听懂吗？大胖媳妇说能啊，拿铁英语可好，沟通可顺畅了。今晚上张拿铁吃甜点的时候不想跟我分享，关于分享这个美德，我好好教育了他一番，他都听懂了。拿铁 is important to share, okay? You need to learn how to share. Okay. I ordered this dessert for you because I care about you and I make you happy, right? I know. So I also appreciate if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because that's what you care about me too, right? Because sharing is caring, right? Of course. I love you, Daddy. 大胖媳妇教育完，早达问张拿铁，爸爸说啥了？张拿铁说，爸爸自己的吃完了就想吃我的。妈说他是大馋丫头，大馋丫头。我以前觉得大胖媳妇爱护你，现在发现他儿子也这样。我也护你，但皮肤不护你。最近秋冬换季干燥，胶原流失，脸容易垮。还好有 Olay 超红皮面霜，促生3大抗老蛋白，用完下颌线、苹果肌、法令纹明显提拉，这脸还能不嫩。双版本满足不同肤质、不同季节。所以我觉得吧，我必须得戳破大胖媳妇关于张拿铁英语实际水平的这个幻觉。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我说我感觉拿铁心眼子挺多，他是在观察你的表情、你的情绪，猜你大概说了什么内容，然后做出相应回应。他其实啥也没听懂。大胖媳妇不信，我说那咱就做个小测试，你用最狠的表情说最好听的话，你看他什么反应。Not yet. You're the best boy and smart and funny and people like you and Daddy's gonna bring all the chocolate around the world, okay? 翠丽姐姐，咋了？这个头是你的。啊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傻？所以你们明白张拿铁的心路历程了吗？是因为他跟他爸俩永远一个城门楼子一个胯骨轴子，给孩子折磨完了。他宁愿在英语中滥竽充数，也不想在汉语中吭哧瘪肚。Hey Nadia, how are you? Daddy's
coming home from work now. I'll be back in about an hour. Yeah, And we're gonna play a game or something, maybe watch a show. of course, of course. 你爸说啥呀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没听懂，你为啥不问呢？你要问他，你让他慢慢说。你说爸，你慢慢说，我没听懂，然后他再说一遍，你不就听懂了吗？爱咋咋地吧，怪自己的话，怪自己的话。